娘娘，这入了夜还是有凉风的，你身子不好，咱们进去吧。我还是想在这儿坐会儿。那奴婢给你拿条毯子去。你别忙了，坐下来喝口茶吧。这不合规矩。有什么规矩不规矩的？你侍奉我这么多年，不是站着就是跪着，还从没见你坐过。坐下来吧，就当陪陪我。我还记得那日在长街第一次遇见你，你质问长侍太监那个耿直大胆的样子。这一晃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。奴婢至死都不会忘了那天。奴婢从小无依无靠，是得到了娘娘的关照，让奴婢伺候您，这是奴婢的福气。有你是我的福气。我不只记得遇见你的那日，我还记得这宫里边好多的日子。我记得第一回我入宫见姑母，满宫的红墙绿瓦，我就觉得这红墙可真高啊。记得听墙头马上，是我第一次见到红梨，我带她逃出去，到城墙上去玩了。过了没多久，她就在城墙上要我跟她在一块儿，还跟我说有我在，你放心。我还记得嫁到王府当侧福晋的那个晚上，她掀起盖头看着我的样子。也还记得她让我继位中宫时跟我说，如意，万人之上无人之巅，正孤单得很，到朕的身边来。我当时什么都顾不得了，只有点头，然后就一步一步地走到他身边，走到如今。这些年来，娘娘的心思，奴婢全看在眼里。娘娘是念着皇上的。一路走来这些日子啊，我如今想起来，都好像跟昨日一般，又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所以还念吗？不念了。娘娘是在这宫里熬得太苦了。在这宫里边，谁不苦啊？这些日子，我还时不时想起很多人，想起姑母、阿若、兰花、新月，也会想起绿云、玉颜、一欢，甚至还有魏延婉。我曾经跟皇上说过的，这宫里无休无止的谋算争斗，让人厌烦。
为了恩宠，为了亲族，赔了这么多命进去，真的值得吗？若永璜和永琪都好好的，景思和永景都长大了，那该多好呀！荣佩啊，想想，如果这一切真的都没发生，兰花啊、西月啊、绿云、预言、易欢，现在都该是什么样子啊？这会儿跟我们一块儿喝茶说话的，会不会也有他们呢？兴许还有皇上的。喝口茶吧。你也喝。茶有点淡了，你去找些新茶换一壶。